Hello， 大家好，咱们这一期紫微斗数解明星命盘带来的女明星是杨幂啊，大幂幂。那当我打开她的命盘的时候，我在想，哎呀，真的是一个大美女的命盘。同时呢，至于她过去离婚的事件以及对赌协议这些，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命盘格局可以能成为这种类型的女生。那么我将会从3个方面来解一下她的命盘。首先，第一点呢，还是她的性格形成，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格局促成了她今天的这种我们讲说已经戒掉情绪，同时努力搞事业的这样的格局的女孩子。第二点呢，还是至于她的夫妻宫。那么其实她的盘里面，夫妻宫真的是状态非常的不好啊。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她这个夫妻宫的情况。第3呢，就是至于明年她流年运势的一个预测，以及对于她明年发展的一些建议。好，那我们先从她的命宫说起那她的命宫是做紫微、七杀、火星加禄存。那我们说上一期做星梦瑶她也是紫微那其实我们看紫薇的女孩是不是真的超厉害的非常有能力很有格局。那么她和星梦瑶的区别在于她多了一颗七杀星。那么2颗星星坐命的人就比1颗星星坐命的人相对来说手段多样性，并且更加的复杂。那么简单来说，紫七的这个组合的女孩子是紫薇组合里面非常美艳的一款就是很美，并且我们讲说七杀也是这个带桃花的这样一颗星。那么她紫七的表现形式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她觉得你是一个可能从格局上不如她的人，那她就会拿出紫薇的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女皇，对吧？你什么都要听我的把控性非常高。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她认为你比她格局更高，或者是在权力和利益中心的人，那么她就会拿出七杀的样子。所以2颗星星坐命的人，他其实会有一个手段的转化，也就是我们讲的他其实就是看人下菜碟他会针对不同的人展现自己不同的能力和状态。那我们说杨幂这张盘之所以能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家看它里面紫微星其实是不画忌的没有忌，忌其实是一种自己的心嘛，忌那这个忌这个字呢，就代表他内心的一个情绪。那紫微星这颗就没有画忌它可以画科、画禄、画权，但是没有忌。那么七杀这颗星是压根儿就不四化。那么它在外天府这颗星同样天府给人状态它迁移宫的样子也非常的稳定，比里面的状态还稳定。那么它天府的这颗星星也是没有画忌的。那么他在节目里说我是一个戒掉情绪的人我是一个遇到事情我就要专注做事情的人，我觉得没有错，他这张盘确实没有情绪。如果大家能看到类似你的朋友是这张盘的话，那么他会非常专注于他自己的事业他的目的和他想干的事情，那么非常坚固的，不容易受到一些外在的影响。那么我们想说比如说要是碰到一个积月同梁的人，那么他会更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那这张盘其实就是一个需要想功成名就和做大事的非常有野心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的盘。那我们说紫微星的人是敢想敢干的这样一个性格，那紫微星的人他最喜欢是带左辅和右弼。如果他的命宫带辅弼，那是1等1的好盘，因为一个君主一个帝王他是需要有人去帮他做事情的他来制定一些大的规划的东西，需要一些底下的人来帮他做执行。那么杨幂这张盘里面做紫微，那么他的迁移宫又带了左辅那这个状态真的是非常好。他想做任何事，其实周围的人都有人在帮他做一个实操，这也是他成就的另外一个要素和点。那其实紫七的人是很愿意折服的，大家看他早期其实拍的影视剧会带有一定的小丫鬟的那个气质，是不是他不是大女主的那种风格，那就是其实他在用一个七杀的状态去混这个社会去做他的表演。那么到后来他功成名就了对赌这件事情一旦就是形成了他这个敢想敢干把这件事情完成了之后，他立马就拿出一个女王的紫薇的样子。那么大家在学习2颗主星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再说一下他的这个非常不好的夫妻宫吧他的夫妻宫真的是状态非常的差他的夫妻宫做天象线天象最不亮的样子，右弼天空加上地劫。那同时他夫妻宫的外面是廉贞破军，廉贞又化了忌。那么作为一个紫七的人的性格，无论男女他是一个根本停不下来，一直要做事情，一直要折腾一直要去外面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
紫薇七杀的这个格局的组合又在我们盘里4马地的位置，就是我们讲说在4个角永远都是东南西北啊，哪儿都跑，大家能理解吧？好，那他这个样子呢，他就需要搭配一个什么样的老公？搭配一个在家里面啊相夫教子的老公，需要搭配一个他一定看不太上的那种类型的，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因为阴阳是融合性的，如果你的性格过于的刚强，过于的女强人，那么你的另一半肯定是要帮你维护家里面呀、宝宝呀、家庭关系呀、七大姑八大姨这样的，所以说。他的这张命盘注定了，他选择的能结婚的对象，在他的格局上是不能满足的，但是可以满足他的生活，满足他一些后院啊背后需要的这些东西啊。好，那我们说他的天象线就来自于他找的另一半的这个情况。那同时啊，大家看一下，第一，他天象的样子就是主双和多一个啊，那他的婚姻就很有可能啊，夫妻宫一旦做天象，就很有可能出现2段甚至更多啊，甚至更多。那他旁边啊带了这个右弼这颗星，那它的3方又碰到了左辅这颗星，那夫妻宫一旦碰上了辅弼，它多一个的状态就做了乘以2啊，做了一个加成啊，这个问题会更严重。那么这还不是最惨的再加成一步，就是它的3方还碰到了地空跟地劫。那大家看啊，这个就让他非常的难过。我相信啊，他在离婚的过程中，一定整个人啊状态是很不好的。那我们看，没有说他的身宫在哪儿啊？你看杨幂的身宫，杨幂最注重什么呢？他的身宫落在了财帛宫，他的财帛宫1等1的好。武曲，我们讲武曲最大的财星，对吧？贪狼主艺术，主偏门，主一些这个演艺呀，都是贪狼这颗星在管。武曲加贪狼2颗最亮的星星，并且不带任何的凶星跟恶曜。那么他的身宫又落在这个位置，他一旦到了30岁，他的对于挣钱这件事情上啊，他就更加的如鱼得水。那么他的选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他这张盘不太会选择家庭，他不太会为了家庭保全而去放弃掉自己拥有的事业。这个至于一个他这个子期格局的女生来说，真的很难很难。所以呢，他这个夫妻宫被破掉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情，那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性格。那么他这张盘，我觉得，我不太建议他再婚，就是完全可以，就是老娘很有钱，然后可以不断的去换男朋友，但是不要再进入婚姻了，因为进入婚姻会非常非常影响他的官禄宫，因为他的官禄宫和他的夫妻宫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啊。那他的夫妻宫一旦出现问题，他的官禄宫的忌就会让他很难受，因为他的这个忌，做在了他非常注重的这个事业这件事情上。好，那我们再说一下第3点啊，关于他明年流年的情况。其实他明年的流年就是正好走在了他夫妻宫的这个位置。那么他明年同样啊，还是那个问题，他会3方碰空劫，3方碰辅弼，同时再加上一颗讨厌的零星。那么他的工作上会有很多折磨他的事情，不断的让他产生一些困扰，并且至于明年，再加上这个整个年运上贪狼又会出现问题，那他的钱上也会出现问题。他明年应该是一个做任何事情的推进都不会有结果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如果说大家的命盘比如碰到一些流年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是猫着，就是我们不要较劲。今年的工作或者是财运状态不好，那我们可以休息啊，他已经挣了很多很多的钱了，对吧？你可以用这1年去出去放空，去度假，去学习。那么子期这张盘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他的福德宫，就是他的晚年以及他真正的思想啊、思维模式，其实是一个空宫。福德宫空宫比较麻烦。那么他在外面的东西过于的鲜艳闪耀，那么他内心内在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就是缺掉一部分的样子，大家能理解吗？因为福德宫没有主星，它没有一个真正的稳定的东西，它其实会不断的变动，让他对于自己的人生产生一定的自我怀疑。那么他的福德宫又是做了零星加上地空，那么空劫啊，地空地劫坐在一个人的福德宫真的很麻烦。那只有一条出路啊，这条出路就是你要去学习一些更加哲学的东西、宗教的东西，甚至是我们这些术数的东西。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突发性的就对这东西感兴趣，或者他需要他对人生的东西有一个出口。那这个出口来自于什么？只有什么能给到你，就是你的信仰、你的宗教以及一些像我们研究的术数的东西才可以。不然的话，
这个命盘过于世俗了啊，它过于落地了，它过于注重利益，并且子期这张盘它对于利益的把控非常非常的强。那么大家看说，你说这没有依据啊，那必须有依据，好吧？那我们做学术，它要有逻辑的这个推导能力。大家看财帛宫，财帛宫的对面是什么？就是你的福德宫。你年轻的时候，你挣了多少的钱，它至关重要你晚年的幸福。好多人认为我挣够了钱，我躺平了，我晚年就幸福，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挣钱的手段伤害到了一些人，那么你的晚年就会出现很多让你用金钱买不到的那种你认为用金钱可以买到，但实际上买不到的那些痛苦啊，那些幸福，就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说你的福德宫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现在挣的每一笔的钱，都是在给你的晚年上面记一个小本本啊。那你晚年的幸福和快乐，来自于你年轻的时候，你到底是怎么样去挣钱？你是积善行德，你是不择手段，你还是去不惜伤害到一些可能关心和疼爱你的人？那么这些东西到最后，你的晚年都会返回来的啊，大家能懂吧？好吧，那么今天的大秘密这张盘说的比较多，因为其实她也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强悍的这样一个女孩子啊。那这个命盘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成事的盘。如果你是这个命盘或者你朋友这个命盘的时候，大家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去给她做一个诠释和解释。那么视频的最后，我们老规矩打油诗献上一首：早年萝莉小杨幂，如今女王很霸气，婚姻不再是重心，沉迷争名与夺利。好吧，那咱们这一期紫微斗数解明星命盘我们的女明星结束啦那么过年的时候还会有年运的发布大家可以关注我直播也好呀，或者是Zoom会议也好我想做一个线上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活动我的联系方式留到了视频的最后，然后大家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再做一些更有趣的关于玄学、关于术数、关于命理、阴阳学的内容给到大家。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